你或许听说过资本主义这个词，但它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为什么它成为了今天世界主流的经济制度？它给人们带来了什么影响？又隐藏着哪些问题呢？今天我就带你深入了解什么是资本主义。大家好，我是婷婷，关注我，带你去了解这个世界。要了解资本主义，得先从人类的经济制度发展说起。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，人们靠农业为生，土地是最主要的生产资料，地主拥有土地，农民则用劳动换取口粮。这种制度我们称为封建主义。到了15世纪末，大航海时代开启，欧洲开始对外殖民，贸易活动蓬勃发展。此时，一些商人开始积累大量财富，他们不再满足于简单的买卖，而是开始投资，比如雇佣工人、开设作坊、购置机器，进行商品生产。这种用钱赚钱的经济活动就是资本主义的萌芽。到了18世纪，英国爆发工业革命，蒸汽机、纺织机的出现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，现代工厂制度开始取代手工业，标志着资本主义真正诞生。从此，财富的来源从土地转向资本，也就是钱、设备、工厂等生产资料。资本主义就是一种以资本为中心，由私人拥有生产资料，以追求利润为主要动力的经济制度。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迅速发展并影响全球，离不开它几个核心机制。一、私有制。在资本主义的制度中，工厂、机器、土地等生产资料归私人所有，而不是国家或集体。这种私有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。你可以拥有一家工厂，也可以拥有一家公司，并雇佣他人为你工作。二、市场经济。资本主义强调市场的自由运行，商品的价格由供需关系决定，而不是由国家规定。比如苹果多了就便宜，少了就贵。企业之间通过竞争来提高效率，降低成本，改进技术。三、雇佣劳动。在资本主义的社会里，大多数人都没有生产资料，他们需要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来换取工资。企业主雇佣员工，员工按时完成工作，获得固定报酬。四、逐利原则。企业的核心目标是盈利，资本家投资是为了获得更多利润。利润来自哪里？来自市场的销售额，或者说最终来自工人的剩余劳动，也就是你创造的价值大于你拿到的工资部分。五、自由竞争。资本主义鼓励优胜劣汰，谁产品好、效率高、创新多，谁就能活下来，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。这种竞争推动了科技进步和生产效率，但也容易导致垄断和阶级固化。资本主义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制度，它也随着历史的变化而不断演进。18至19世纪的资本主义几乎不受政府干预，被称为放任自流的自由市场，但也因此带来了许多问题。比如工人长时间劳动，工资极低，童工普遍，生活环境恶劣。随着一些企业不断壮大，一些行业出现了垄断现象，比如美国的石油、铁路、钢铁行业出现了托拉斯现象，他们操控市场，压低工人工资，操纵价格，造成社会不满。1929年全球爆发经济大萧条，美国总统罗斯福推行新政，由政府出面干预经济，如兴建公共工程、补贴企业、设立最低工资等。从此，凯恩斯主义取代了自由市场思想，国家成为资本主义中的重要调节者。到了19世纪末、20世纪初，随着交通和通信技术的发展，资本跨国流动成为常态。工厂可以设在劳动力便宜的发展中国家，产品却销往全球。资本主义进入全球扩张阶段，也带来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结构性不平等。如今的资本主义越来越依赖金融体系，股票、债券、对冲基金、衍生品。金融市场的纸面财富甚至远超实体经济。2008年的金融危机就是这个阶段的典型标志之一。资本主义能够统治世界，靠的可不只是运气，它确实有一系列优势。资本主义奖励创新者，你发明了一种新产品、新服务，只要有人买单，你就能迅速致富。这种机制极大激发了科技创新和创业活力。市场机制能让资源流向效率更高的企业，比如，如果一家工厂效率低下，产品滞销，它就会倒闭，资源就会被更优秀的企业接管。竞争迫使企业不断改进技术和管理，降低成本，提高产能，让商品更便宜，服务更完善。最终，消费者获益，
人们可以选择职业、消费方式、投资方式，企业也可以根据市场需求灵活调整战略。这种自由为社会注入活力。然而，资本主义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制度，它也存在一系列不可忽视的问题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，资本家可以通过投资和利润不断积累财富，而普通劳动者则只能靠工资生活。长期下来，财富差距越拉越大，导致阶层固化。根据联合国统计显示，全球最富有的1%人口控制着全球1半以上的财富，而最贫困的1半人口却几乎没有净资产。资本主义有经济周期，也就是繁荣、过热、危机、萧条、复苏的不断循环。由于市场投机、产能过剩、需求不足等问题，每隔几年就会发生一次经济危机。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，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，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，都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体现。在逐利动机的驱使下，资本家往往压低工人薪酬，延长工作时间，外包劳务，制造打工人现象，让劳动者处于弱势地位。马克思就批判过这种制度，工人创造的价值却只能拿到一小部分，剩余价值都被资本家占有了。为了追逐利润，企业可能过度开发自然资源，破坏环境，比如滥砍森林、排放污染物、制造大量塑料等。资本主义很难自发解决公共资源的问题。在高度商品化的社会中，几乎一切都变成了商品，人们被迫参与没有意义的消费劳动，变成了机械重复，导致社会焦虑、孤独感加剧，人生价值感减弱。社会主义主张生产资料公有制，追求公平分配，强调消除阶级差异，而资本主义强调效率、自由和利润。社会主义强调按需分配，但可能牺牲效率；资本主义强调按劳分配，但可能加剧不平等。这两种制度在20世纪经历了多次较量，其中苏联的计划经济和美国的市场经济斗争尤为激烈。中国改革开放后也在两者之间找平衡。对比封建主义，资本主义打破了封建等级制度，用货币关系替代了血缘关系和身份制度，让更多人有向上流动的机会。但正如有人说的，资本主义让农奴变成了打工人。很多学者都在思考，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的终点吗？还是它也终将被替代？一些人认为，资本主义通过技术进步可以不断自我修复，变得更加可持续、绿色、人性化，比如共享经济、ESG 投资、人工智能提高效率。也有人主张未来人类需要超越资本主义，建立更公平的制度，比如后资本主义、参与型经济、数字社会主义等概念正在被提出和试验。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一座高峰，它带来了工业革命、科技进步、财富爆炸，也带来了贫富差距、危机循环和社会异化。它不是天堂，也不是地狱，而是一种复杂的、动态的、具有矛盾的社会制度。那么，你认为未来的资本主义会在哪里呢？